之前去了很多各地所谓的古城，有的是彻底翻新，充满了山寨气息，有的是断壁残垣，缺少维护，几近荒废。然而这次在新州古城的感受非常好，感觉它在地方特色和现代的商业化之间做了比较好的一个平衡，街区错落有致，其中也不乏很多地方特色的商铺、老字号，重复的店铺不多，很多商品价格也不像是景区的价格，而更像是一个露天集市，所有东西都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除此之外，当然也少不了地方浓浓的烟火气。总之逛起来非常舒服。这干燥雷劈，保证用好牛肉，否则一辈子受熊。离新州古城还有2.4公里6分钟车程。现在路还算挺好走呢，它不像是一个古城的那种很拥挤很狭窄的那种感觉，它是一个很城市，就是这种路上我开起来会很舒服。其实我们应该是从新州的北到南了已经。对，但这一路上车的这个密度也就这样。马上就到了，这路还挺宽的呢。停车场人标着还剩多少？这个古城管理 No.1， 得走一个才能进一个。位置还挺好的，这位置直接挨着古城南门，应该是。配套不错啊，而且这个灯光就看着不会特别大红大紫那种很廉价的那种感觉，感觉什么都刚刚好。我也努力的在前面走了，那个打铁花的地方距离这儿还有1.6公里呢。啊，便利店融入的也都比较合适，就很整洁，管理比较有序。还有一些就跟前门一样，前门也想学这样，也想做成这样，但做的不好。本地的酒写得很清楚，32一瓶。我们是从新州古城的南门进入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热闹，但又很有序，有点年轻人的一些小摊位，黄酒特调，这不能说是踩一捧一啊，但是你一对比呼和浩特，你去那叫啥？那叫那个铁就是小商贩。那个哎呦，是我没有见过世面。据说很多人说这里面的店跟整条广场一样，估计哪些能开起来都是点的话。对，好香啊！实话实说呀，这景区里最香的还是得烤鱿鱼啊。这没了这个臭豆腐，这个真是不适应啊。10块1碗。我们刚才买的这叫啥？蒸肉是吧？它不是肉啊，我觉得是，但比较 Q 弹啊，也是肉味儿。台蘑叫五台山的蘑菇，路也挺宽敞的。胡麻油都是明码标价，你看，这真是艺术品。花馍，对，你看这制衣也是，人老裁缝真是自己现做的。越往古城里面走，越会发现很多本地的小吃和特产。很多门店前都会有写得很质朴的承诺书，看后非常安心。这石头饼，之前在平遥古城吃过，反正没什么味儿，但挺香的。这也都是现做。这个你看，每个门店它都有保证书。这干燥雷劈，这个是保证用好牛肉，否则一辈子受熊。麻烩糖枣，清朝的时候就有。低糖的、无糖的，手工现烙牛肉饼，不能让它受穷啊！一定要支持。来，3个。新出锅的牛肉饼，闻着就很香。牛肉饼真的不错啊，它这牛肉和菜比例很合适，就是很水灵，很脆，外面看着就香。烩豆腐丸子，对，排的也挺长，这也是重新经营，
甘愿一辈子受穷，否则做不到的话，甘愿一辈子受穷。挺干净的看着，但排队有点久。真的好吃啊，那牛肉饼。神吃麻花吃过了，原平锅盔也吃过了。哦，这边还能走呢。垃圾桶也是花了心思的，垃圾桶这是。我说马路上怎么全是这钱箱子呢？哎，确实在这条街上开寿司，你看都没人，这很难活。论好吃还得是重油重盐，然后碳水多。这走了半天才走到，从这块走到这块，里面还真的很大。哦，但这边是一些景区，主要一些吃的住的，全是在中间。小朋友也看了走不动，也有奈雪的茶。可兰咱们没去，它也是个县，每一条小巷人气都很旺。新洲古城内部是一条主干道和很多小巷，我们只逛了几条，感觉也很有意思。袁家村它是运营方的，每一家都很多人，人气都很旺。确实，这个古城算是看过最热闹的古城，而且管理得很好，就是所有的商品，基本都明码标价，包括有那个，比如说大份小份是多大的，还给你图样，就细节做的让游客很踏实。我觉得这个的运营公司做的真的非常不错。凯瑞还预定了新洲古城的打铁花表演，时间有限，我们出了古城，在周边逛一逛。还有多久？这已经是出了古城了，或者说出了它古城运营范围的那个区域了，是车可以开到了，所以有一些民宿、小饭馆。秋风雷雷的秋风雷雷，很多人可能在这秋风雷雷街吧，就是这条是酒吧街。如果对标后海的话，还有不少人打篮球，球场里的垃圾桶也是钱箱子。对，前面是有个演出。哇，哦，正烧着呢是吗？旁边就往里靠，我们一楼铺绿色地毯的地方和楼上，或者全部可以坐下来，全部可以坐下来观看的情况，大家这里坐下来稍作休息啊。我们的楼上也没有给客座位，全部可以坐。很感谢咱们演员带来非常精彩的歌舞。这太尬了，多尴尬呀！这个篝火蹦迪啊，野地。看完表演之后，走在夜晚的路上，感觉自己有点恍惚。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19年之后在景区里面没有看到过这么热闹的景象了，所以感觉这一切有一点不真实。就还是有这种以前的人气儿了，现在。